美国大力士来中国旅游，竟被少林武僧3秒爆头数百拳，当场险些猝死擂台，吓傻现场观众裁判。我们注意看视频中正在出场的这个家伙，他便是来自美国的大力士史蒂文·班克。本来这家伙是来我们中国旅游，但在旅游途中看到我们中国擂台正在举行比赛，当即报名参加，表示要带几条命案回国。中国小伙听闻此言，当即火冒三丈。那么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本场比赛我们的中国选手，来自中国新疆的天山巨兽阿斯哈提。镜头一转，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，红方选手红色短裤，本场比赛的中方选手阿斯哈提，蓝方选手黑色短裤，来自美国的大力士史蒂文·班克，两人的体型都在100公斤以上。赛前这名美国大力士也是非常的嚣张，他表示中国人都是十分的不堪一击，实际上即便在他们美国，他一周也要打死7个中国人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自己枯燥的生活助兴。足以想象每年会有多少个中国同胞惨遭毒手。但是观众朋友们不要着急，天山巨兽阿斯哈提他出手了，本场比赛必定让这名美国大力士有来无回。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在我们赛前的一天，称中没有任何的反应啊，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，就是头部。啊，这是一个动摇吗？一个后手拳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没想到代表我们中国出战的第1名选手，竟然输给了这个美国大力士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对手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包括他的进攻能力确实很猛。不过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着急，我们中国的猛将可不只有这一个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场我们中方派出的选手，他便是来自于中国的凶猛野兽邹立涛，身高1米9，体重300多斤，他的杀伤力完全可以说和对手不相上下。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，直接进入比赛，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凶猛野兽能不能抵挡住美国大力士的猛烈进攻。实际上这家伙在赢得上一场比赛之后便放下了狂言，称他会在中国设下一个为期7天的擂台，只要是有实力的中国选手都可以来挑战他，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什么杀手，只要能打败他，他会就捐赠给中国拳坛3000万美元。很明显这家伙根本就没把我们的中国选手给放在眼里。不过不好意思，这3000万我们拿定了。 Super Heavyweight นะครับ100กิโลกรัมโดนซ้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ของสตีเวนแบงค์นะครับหนีเอาลุยแล้วจุลีเถาลุย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จุลีเถาลุยแล้วเอ้าวัดเลยมีหมัดเด็ดครับส่วนลีเถาจากจีนนะครับหมัดเขาดีครับ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จีนแพ้ไป1แล้วนะมีสูงมีเตะได้ด้วยเตะไม่ถึงจะเตะไม่สู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ตะล่างก่อนเตะกันไว้ก่อนผู้นี้มีสิทธิ์ร่วงมีสิทธิ์ไม่ครบ3 ยกไม่ครบรุ่นใหญ่ๆนี่น่ากลัวครับ对手的进攻欲望依旧是非常强烈，邹立涛也是采取了一个游击战术，并没有选择和对手在正面互拼，毕竟对手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了。虽然邹立涛的力量同样很强，但是和对手相比还是要略微逊色一点，更何况在这种重量级的对拼之中，谁的力量更强，谁就能占据比赛的上风位置。所以说邹立涛打的还是比较偏向稳健。ยิงแล้วยิงมาถอดมาซ้ายปิดแล้วเอาเอียงแล้วหนีออกมาได้หนีไปแล้วหนีเอียงแล้วดูมุดมานะมุดโอ้โหจุลีเถานะครับจากจีนนี่เจ้าบ้านลุยเลยครับทำท่าหมดแรงทำท่าหมดเมื่อนะเป็นการใหญ่นะครับโซลีเถาเร่ง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ครับจีนโซลีเถาอย่าหมดแรงนะจับโอ้โหหมีล้ม这是什么情况？没想到这家伙还真有2把刷子。邹立涛这场比赛还是有些大意，应该是把体力耗尽了，才让对手侥幸取胜。不过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担心，因为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才是今天真正的重量级选手。我们注意看镜头中正在出场的选手，他便是来自于中国少林寺的贪吃武僧叶翔，实力极其强悍，拿到过的冠军奖杯更是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并且他今年才刚刚20岁出头，足以可见他的格斗天赋是有多么的恐怖。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，直接进入比赛。红方选手红色短裤，我们的少林武僧叶翔；蓝方选手黑色短裤，美国大力士史蒂文·班克。大级别选手是扛着大规模杀伤武器来的，这战力已经晕掉了，战力已经晕掉了。
哦，这叶翔出手，果然出手不凡啊！结束了，比赛刚刚开始，不到20秒钟的时间，叶翔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势 KO 了这名美国大力士。这家伙不仅要掏出3000万美元来捐给我们中国拳坛，估计是还要去医院休养一阵。毕竟我们中国小伙的这个拳打的实在是太懵了，3秒连轰数百拳，直接把对手给打傻了，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但是观众朋友们，比赛还远远没有结束，这家伙输掉上一场比赛后不死心，想要把自己的钱给拿回来。上一场比赛我输了，只不过是中国选手运气好罢了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我给的奖金太多，从而在我的饭菜里下药，导致我当天状态不佳。1个月后我会再次前往中国，我希望你们能有些自知之明，把不属于你们的钱给我吐出来。没有错，这家伙时隔1个月再次来到了中国，并且对于自己之前立下的承诺是概不认账。他表示，我们中国选手只不过是运气好才能赢过他。看来我们的少林武僧叶翔还是没把他打服。那么现在出场的便是本场比赛我们的中国选手，同样是一名少林武僧。没有错，他是叶翔的师弟，比叶翔还小了2岁，但实力却是异常强悍，拿到的荣誉同样不少，比起叶翔也是只多不少。那么这一场比赛2名选手之间会爆发出怎样激烈的火花？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双方都已经开始通过阶段互相了解了，包括对力量有感受。薛鹏程有一点做的是非常出色的，就是他永远不会给功夫熊猫带动自己节奏的机会，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。功夫熊猫之前对阵阿斯哈提的时候呢，就接连使出了这种面对于对手出拳的时候的勾腿，这种经常把对手勾倒。对。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轮转啊，确实修鹏的，因为修鹏程打出自己的节奏了，移动速度快，漂亮漂亮，好，接着打，好，非常有效，漂亮漂亮，这个强毒了，谁能想到我努力才能站起来吗？谁也没有想到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功夫熊猫竟然被修鹏程重击，被强夺，强夺当然会至少会过到2分，看修鹏程怎么样接着乘势追击，在哇！啊，这个工作已经击倒了 ，KO 了，肯定能结束了，这个比赛结束了，裁判直接终止了对局。仅仅1分钟的时间，这家伙便再次回到自己的狗窝养伤去了。不得不说，修鹏程的实力实在是太强悍了，即便是体型和力量都落后于对手，但是他却凭借着自己极强的进攻能力，强势 KO 美国大力士史蒂文·班克。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修鹏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